此刻我的心情是极度不稳呐！现在好多人找对象，那简直是要疯了呀！上午有一位84年的姑娘，今年是38岁，来找对象，本科学历，事业单位上班，身高在160左右吧，身材蛮好的，这长相，哎呀，我就不评价了啊，自己猜。重点是择偶要求。这刚一进门啊，包包一放哈，坐在那儿，一股港台腔就来了。啊，你好姐姐，我呢是想要找对象啊。那一瞬间，咱不说别的，你还比我大呢，就这声音啊，我一个女的可都受不了。这男人啊，听的都得发酥啊！我一看人家这么温柔啊，那咱也得柔一点啊！哎呀，可惜我这嗓子啊，天生就不大好听啊！你好，请问你想找什么样子的呢？姑娘一听呀，跟我说呀，我现在是事业单位工作，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家庭条件优秀，我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一听啊，老铁没毛病啊，门当户对啊，这个咱都理解。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是什么，他说呀，本地人，房子全款不低于140平，洋房别墅的优先考虑。车子呀不能低于奔驰、宝马等品牌啊，年薪不能低于50万，薪资高者优先考虑。哎呀，听得我的是目瞪口呆呀！我说姑娘，你要找的这个男士好像跟你不是门当户对的吧？他说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也是事业单位的，我们家还有2套房子啊，条件很好呀。听完呢，我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说呀，我说是这样啊，相亲市场上你要竞争的呀是同性。那你这个条件的男人啊，能不能在相亲市场留下，咱先不说，这就算有，那一定是很多女人都想要的呀。他说我又没有要求他其他的，我只要这个人有能力，年收入高就可以了。我说呀，哎好，有一个男士呢是79年的离异，条件挺好，带个孩子，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他说那有孩子不行，我还是未婚嘞。那有个80年的男士啊，做买卖的，早起晚归啊，就摆摊嘛啊，能吃苦，一年能赚个几十万，你考虑不？他说不行，年龄这么大了，工作环境还这么差，我是事业单位的。我说那有一个男士啊，是和你同龄的84年的，自己啊开车行的，赚的也挺多，但是个子不是很高，有160左右，还有点胖，这个外形啊不太合眼缘，所以啊一直不太好找。他一听啊，我这个人啊对个子矮的、长得丑的都没太有感觉，难道就没有优质一些的吗？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什么是优质的呀？他说啊，年薪50万以上，房子啊没有贷款，开公司的或做大买卖的老板，身高175以上，长得有眼缘。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呀，情商要高一点啊，明事理要孝顺的。听到这儿啊，我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呀！我给你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啊，大姐，你要求不止多还高，你现在这个年龄啊，必须要认清楚自己，人家年薪50万的，干嘛要找你呢？找个年轻的事不那么多的不好吗？他听了就极度不愿意啊，跟我又强调了一遍啊，自己是事业编，这个父母都是公务员等等。我说你这要求啊，我肯定是帮不到你，你再耽误下去啊，就要40了，更难找了。你要是信我啊，听我一句劝，你要么年龄别卡得这么死，对吧？也别要求人家离异不离异的了，你把年龄啊放宽到50岁，我还能给你看看。他一听就很激动的跟我说啊，我才30岁啊，要找一个50岁老头吗？你搞错了吧？我忍了一下啊，我说那你啊年收入就别要求这么高了，50万多少人能达到啊？他接着说啊，如果一个男人一年赚不到50万的话，连我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我一听啥？你还有生活费？他说自己啊一个月工资啊5000多点，按照现在这个物价，没个万了八千啊根本活不下去。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还得每个月给你额外1万块钱的生活费吗？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对呀，不然我嫁给他干嘛呢？疯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你找对象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呀！姊妹儿，快40的人了，还挑3拣4，这儿也要那儿也要，再挑下去啊，都要停水停电了呀！84年的法拉利，它外表再怎么新，它发动机也快漏油了呀！这姑娘听完啊，拿起包就走啊！临走还跟我说呀，你这边资源没有就说没有，别扯什么我要求高，我要去别人家。看着她离开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难过。在相亲市场上认识不清啊，真的会害了一个人的。被雄狮征服过的人，怎么可能看得上野狗？有一位姑娘来找我交对象，92年的，身高大约有个160啊，体重100斤左右，素颜有个7分，学历大专，月收入1万多，私企销售。她的择偶要求没有具体到车房年收入，而是要求男方啊情商要高，有出众的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可以征服她。哎呀我的娘啊！听完我就跟她说啊，你这择偶要求可不行，你得具体一些。她就给我举了2个例子。这第一个呢是前任啊，89年的。高材生啊，知名企业的中层管理，年收入在80-90万。两人同居了2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啊，人男方呀不同意他见父母，两人呢就因为这个事情争吵了起来，分了手。这第二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年收入几百万的男人在追她，男方是82年的，年龄比他大了10岁，但是有钱呀，追她的时候舍得给她花钱，
出门啊车接车送啊都是豪车，给他呀买了很多的这个品牌包、化妆品、首饰等等。这谈了刚2个月，男方是越来越冷淡，提了分手。说完这2个案例之后啊，他就跟我说，你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追我的和跟我谈恋爱的男人的条件都是很优秀的。如果我找一个不是优秀的人和我结婚，那结婚之后啊，我一定不会给他一个好脸的。哎呀，听完我就问他，你有想过这2个男人为什么不跟你结婚吗？他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我。我问他，那你告诉我，你要找的优秀男人什么样子？他说呀，如果男人的收入也就2-3万，就意味着是很一般的水平。听到这我打断他一下呀，2-3万，你知道月收入能达到2-3万的人，放眼整个中国的占比是有多少吗？恐怕连5%都不到吧。他说有多少也不重要，他想要找的这个男方啊，年薪起码100万起步，工作体面，房子全款，年龄在35岁以内，还要有气质的。哎呀，听完我是真无语啊！这种条件的男人在相亲市场上都是被抢的，还能轮到你32岁捡漏吗？他说我可以给他做老婆，我可以照顾他呀。哎，听完水里的王八都得给呛死。比你年轻、比你漂亮、学历比你高的女人一大把都想要嫁给他，你凭什么又觉得男人会选择你啊？他又搬出那2个例子，认为啊，我是被有钱人追过的，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如果找不到那就自己过，等到了35岁再找个40多岁有钱的，总能找得到吧。我说你能不能找到我不清楚，但人40岁的啊，人眼不瞎，家庭条件好的，有全款房，年收入100万以上的，长得还不错的，大概率啊不会接你这个盘的。说点现实的，有不少姑娘曾经被有钱人追过或者谈过恋爱，她会在谈过有钱人之后，会认为自己啊是属于这个层级的，她是能和这个类型和这个级别的男人进行匹配的，低于这个级别的她基本都看不上。婚恋市场上都没有傻子的，何况是有钱人。那有钱人选择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和你走到最后啊？当然这2个男人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那前任你就应该很坦白的告诉人家，我就是玩玩，结婚我是不会选择你的。年薪100万的男人呢，应该告诉他啊，你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让我来娶你的。我真的不敢去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姑娘的结果是什么？年龄会越来越大，皮肤会越来越松弛，在这种需要条件交换的相亲市场上，选择权只会越来越小的，找对象越来越困难。被雄狮征服过的人，他怎么可能看得上野狗啊？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颜控，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啊，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啊，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啊，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啊，你一个月月薪啊，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啊，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啊，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啊，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啊，让前台去收剩下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一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才怪呢。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也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他说这一辈子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他又跟我说了他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他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他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是他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物质条件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想着条件好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
后面呀，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啊。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啊，我就发现一个现象，那些相亲很容易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而且从来都不贪，也不拖泥带水。他们相亲成功啊，这结婚幸福的概率就会很高。反而那些相亲次数很多的，多半都是看感觉看条件的，但凡超过3次的，相亲次数就会无限的加1。他们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纠结喜欢比较，感觉这个条件还行，但是没眼缘，感觉那个呢有感觉，又是条件不行，就非常迷茫。之后就陷入到相亲不合适，相亲不合适的死循环。今天呢，给你们分享一个相亲第一眼就成功的案例啊。这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相亲，第一眼就看上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感觉？这个男方呢是95年的，做监理的，年薪有个6、7万。女方呢是97年的，开了个快递超市自己干啊。这男方找对象就想找一个农村姑娘，条件不用太好，有一个稳定工作，人品好的就行。女方呢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对她好，工作稳定的就行。这见面当天人姑娘就觉得男方请她吃饭嘛，主动带了一兜子家里种的水果。男士见了肯定很感动啊，那平白一个陌生人对你好，这心里肯定会感激的。这2人吃饭的过程也很愉快，压根就没聊什么车房收入之类的，都是聊聊兴趣爱好喜欢吃什么，还聊了一些对人生的期待、未来的规划。越聊越觉得2人的这个3观很合适，想法也很多都一样。很快这2个人就约着就见了第2次面。这回人男方就给女方买了很多这不常见的水果，让姑娘尝尝鲜嘛算是给第1次的回礼。这姑娘收了很是开心一定要去请这个男士去看电影，觉得礼尚往来那是应该的，没有谁就应该为谁去买单的。慢慢的这2个人就熟悉了。男士呢一有空就去姑娘家的快递超市去帮忙干活。这姑娘呢想请他吃饭，但太忙了就没时间，就给他订外卖，都是些贵的好的。这个男方就觉得给你干活你这一天赚的还不够你给我订饭的。人姑娘可不这么想，觉得你来帮我这是情谊，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2个人呢就这么认识了有1个多月。男士就鼓起勇气买了束花，约着姑娘去公园去给她表白。人姑娘很开心就直接同意了，也没有什么慢热，也没有什么矜持。男士就问他，你不用再看看其他人吗？答应的这么快，如果有更好的，你不会后悔错过吗？这姑娘很是爽快说我认识你了，我就会好好了解你，不需要跟别人去做什么比较。那我要的是一个跟我3观合适、人品好、有工作的人，你都符合，我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呢？人男士就说你认识了别人可能会觉得别人更好的。这姑娘就说我天天收快递，心里很清楚，找对象就跟逛淘宝一样，我想买什么我直接去搜，价格合适好评多我就直接下单反而你比较多了，压根就不知道哪一款好，眼都挑花了。有一次男士这个手在工地上受伤这姑娘是2边跑去照顾，从来都不嫌烦。他觉得2颗心在一起，互相理解和照顾，人才能过一辈子中秋节呢，2人互相去家里见了父母，双方父母都很满意。这个2家就定了亲约定彩礼6万8，女方陪嫁一辆将近10万的汽车，
定在了农历10月16订婚，准备腊月去结婚。你们听完就会发现啊，故事其实很普通的，但是又很温馨。相亲其实不难，遇到幸福啊也很容易。你要先明确自己的择偶方向，确定目标，摆好心态再行动。不要自己没车没房就要去追那要车要房的，自己今年35岁非要娶那25的。搞清楚自己的相亲定位啊，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那很重要，千万别盲目去做舔狗。好了，下课，幸福的讲完了，下期又得吐槽不幸的了。这个11过的，好多人相亲都相烦了吧，崩溃了。嘿，很多男士都问我，相了这么多都花了眼了，什么样的才适合结婚啊？阿姨，我今天就给你们做个总结啊，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女人适合结婚？听好喽，都是经验之谈。找人结婚啊，我给你们个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情绪稳定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很多人相亲啊，多半都是看感觉的。哎，我喜欢你，我就愿意跟你谈。但感觉这东西是很虚的，经历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那大家都很普通啊。千万别把自己当成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一类女孩子啊，在交往中就表现出来情绪特别不稳定。她情绪好的时候，你们俩如胶似漆；她情绪不好的时候，骂你骂的是狗血淋头，六亲不认。男方还莫名其妙啊，上秒还很开心，下秒就翻脸不认人。动不动就一肚子牢骚啊，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精神内耗太严重了，时间长了自己都崩溃了呀。这类女孩子是不适合结婚的，千万不要圣母心发作，妄图去改变她。你不是她爹，你教也教不会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成年人呢只选择不教育。第二，你只要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生存，面临选择婚姻啊，两边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父母都是过来人啊，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多半也都是走过了经验，为了你好的。曾经有个男孩子学历很高啊，看上了一个姑娘，学历很低，做销售的，非要结婚呢。这男方父母是公务员，女方是农村家庭，这男方父母就很反对啊，那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婚姻也不是儿戏，你只看外貌和感觉是没办法结婚的。最后这两个人不听啊，偷偷的领证结了婚，结果双方亲家不来往，和仇人一样，两人学历相差也大，这三观也不同，天天吵架，最后呢闹了个离婚收场。还有很多年轻的啊，竟然是为爱私奔啊。没有亲人祝福的婚姻能不能成啊？能不能幸福啊？也能，但终究是难成为一家人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都没接受，所以和睦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奢望。你要知道，婚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睦。这第三啊，三观相合很重要啊。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啊，三观比五官更重要，确实如此。有一对男女啊，这人都挺好，这女孩子不太会过日子，一个月3000的工资啊，就要买2000的衣服，发了工资要花掉。男方看了很心疼啊，买衣服从来都不过百的，两个人老是吵架，消费观都不一样。女方呢没事还羡慕人家闺蜜的生活有多好，打压男友赚的不够多，看不上男方，两个人就会因为各种观念去吵架。你认为是对的，但他坚决就认为是错的。三观不同的两个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去吵架。婚姻好不好啊，一定是看你们过得多糟糕的时候，经常吵架的一定不适合进入婚姻的。有人就给我抬杠，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啊，感情需要磨合妥协的。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我可以很现实的告诉你啊，青春就这么几年，不要把试错成本拉升太高，磨合的好的半年就差不多了，矛盾会越来越少。如果矛盾越来越多的，一定是磨合不来的。抓紧换人吧。这第四啊，他适不适合结婚，一定要看看他对待你父母家人以及朋友的态度。很多那个网络视频啊，就毒鸡汤啊，很有意思，都把男人拍得很窝囊，在外面女人可以趾高气扬的说骂就骂，男人就得跟孙子一样。其实不分男女，适合结婚的另一半在外面一定是给足你面子的，哪怕在家里使劲的去收拾你，但是在外面该给你的面子还是会给。曾经有一个男士啊，我劝分啊，因为那个女孩子我见了之后觉得有点强势，而且有些霸道，一看就不是那种很孝顺的女人，但是她就是不听劝啊，说啥要娶回家。现在结婚2年了，家里鸡犬不宁啊，女人对公公婆婆是一点也不孝顺，经常是颐指气使，嫌男人赚的少，也不愿意给他生孩子。所以娶妻娶贤真的很重要，娶错真的会毁3代的。不管怎样，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眼光放长远一点，找人结婚一定要看内在品质。我说了很多遍了，这才是关键。比如良好的情绪稳定能力，这决定了未来婚姻生活的基本基调。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角色，经济能力可以帮你稳定家庭。正常的两性关系不应该是父女妈妈儿子的模式，而应该是战友共同成长。另外看看他的包容心是否善良，善良的人会在你未来这个人生面临巨大的挫折的时候，依然会选择陪着你。还有三观相合，会让你的婚姻更加幸福。最后再去看看外貌，人不要太丑就可以了。选人千万别本末倒置，
哎呀，让人省省心吧啊！别让我比你女朋友还操心你啊！有些女孩子，我真的觉得你挺有意思啊，怨不得我是整天吐槽你们啊，真的槽点太多了。有一姑娘，28岁啊，在银行上班，相了1年了，是这儿不合适那儿不行的。上个月好不容易给她介绍成了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士啊，人男方个子也高，长得也不错，父母还都是国企退休的，反正呢条件哪呀她都很满意。哎，男士对她呢也挺有眼缘。认识的过程当中啊，基本都是男士主动啊，每次约她吃饭，他都会推3阻4啊，一番才能答应。你说他不喜欢吧，他自己也说了挺喜欢。认识2个多月了，上个周男士问他，哎呀，国庆啊，要不要趁着放假一起出去自驾游玩2天？这姑娘心里是愿意的，但是就觉得呀，哎呀，直接答应啊，是不是有点掉面子呀？怕男士呀觉得他不值钱，就开始特别矜持的说呀，自己国庆节可能还有安排啊，目前还不确定。这过了2天呢，男士又问了他2次，他又说忙还是说不确定。我还先问他了一下啊，你到底是忙不忙？其实他压根就不忙，故意吊着男士的胃口，觉得这样做呀可以拿捏对方，不然答应太快啊，显得自己太轻浮了呀。他就跟男士说啊，这工作太忙了，等我确定之后再跟你说吧。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这男士就没再联系他了。他又觉得很奇怪啊，每天都给他发信息的人怎么就不联系了呢？这过了3天，他实在是没忍住啊，唯一一次主动发信息问这个男士啊，说自己啊国庆有时间了，可以安排一下。结果人男士给回了一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不合适，我现在已经有正在认识的相亲对象了。哎呀，这话一发过来啊，这姑娘是又生气又难过，五味杂陈啊。她主动去质问男士啊，就因为我没有答应你国庆节出去玩嘛。男士说呀，我已经是很给诚意的邀请了你3次，但是你的态度是一点都不积极，我也不想做舔狗，我更喜欢一个主动的姑娘。哎，说完之后就给他删除了呀。这给这姑娘气的啊，不打一处来，哔哔叭叭的找我吐槽啊，让我给这个男士回个电话。我是让他给气的啊，特别不情愿，但我也打了。人男士说话就很直接，大家都是相亲，觉得合适就主动出看看，每次约都是一大堆理由，谁不想找一个主动一点的对象呢？顺带夸了一下现在的相亲对象，哎呀，对他很是积极主动，态度特别好。当时我电话声挺大，这姑娘听见直接在外面喊呐，我也很积极啊，我都跟你见了多少次了。这男士听了就说呀，每次都是我约你，我请你，你什么时候主动关心过我呀？哪怕有1次，我也不至于不搭理你。这姑娘是越听越委屈，就开始哇哇哭啊。我也挂了电话。她说啊，我一个女孩子太主动太掉价了，男人是不会珍惜的。哎，关于男人会不会珍惜啊，都是女人自己洗脑洗出来的。在这个市场上，你主不主动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的女生啊是否主动。一个女人天天找我聊天，没事约我吃饭看电影，我不珍惜，我去珍惜一个整天需要我主动，需要我找话题聊天，需要我整天约电影请吃饭，还总是约不到的吗？我是贱还是有病啊？是有受虐倾向还是当舔狗当上瘾了？你在菜市场，你效益不好，要么是因为你的菜不值这个价，要么就是同行在跟你打价格战。别抱怨你怎么考不上清华，你分不够罢了。你想上清华，你不用去比清华强的，你只是需要比其他的考生强而已。相亲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市场，奉劝那些女孩子啊，多主动一点。你没能力改变规则，你就只能适应规则。你要不主动啊，就别到处闹腾。为什么男人不选我呀？选你干啥呀？当祖宗吗？现在婚恋市场上歪风邪气的都是给那些毒鸡汤给灌的。有一位99年的女孩子来找对象啊，私企上班，一年有个3-5万的收入。她的择偶要求就想找一个有稳定工作，一年也能赚个3-5万的，脾气温和的男孩子。这择偶要求啊，算是比较正常的，有没有房子都不重要，知道赚钱攒钱就可以。谁知啊，旁边就有一个老鼠屎啊，88年的二婚女人啊，上来就以教育的口吻说这个姑娘傻呀，这年头嫁一个1年5万的够干啥的，家的都养不起。我要有你这个年龄啊，年薪30万以下，没房没车的我都不考虑的。人姑娘就反驳他说啊，我觉得2人一起努力，什么都会有的。哎呀，你猜这大老娘们说啥啊？我都离过婚了，没钱你都得喝西北风的。听到这儿我是气不打一处来啊，没钱你自己赚呢。他说我是女人，为啥子要赚钱啊？听到这句话，二话没说，直接给送出去了。许愿找错门了吧你？现在谈恋爱啊，男人要给女人买东西、送礼物、吃大餐、发红包，不做这些的就是不爱她。累了一天呀，回到家里还要哄你，不哄女人就是真难挨呀。稍有意见不合的就是下头男，一边花着男人的钱，一边还理直气壮，生气的时候把男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男人还不能还嘴，你跟我讲理儿，你就是不对。
找对象呀就要高富帅，男人身高低于170就是残废，择偶要求一个比一个高，自己身高1.5米，非要找个1.8米的男孩子，自己月薪3000啊，看不上人家月薪2万的。哎呀，这都是被毒鸡汤给惯的。网上的视频，2婚3婚都能嫁给多金的富二代，对他又是洗脚又是做饭，40多岁还能遇到刻骨铭心的爱情啊，送车送房送钱的。你也不想想，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儿？现实就可能这样吗？那就算是有好事，还能轮到你吗？就是这些毒鸡汤呀，让那些有对象的都开始挑剔自己男朋友不够好，总觉得世界上男人那么多，分了手离了婚还能找到更好的，认为网络上啊炫车炫表画大饼那些男人非常有魅力。本来平淡安逸的生活也被折腾的是鸡飞狗跳的，没对象的就每天啊活在梦里找对象呢。全国14.1亿的人口，有13.45亿的人口的工资都在5000以下，这就是真相。家里穷的没个镜子，都不知道自己照照自己，要啥啥没有，欠着花呗信用卡的，怎么有脸提这么高的要求啊？可怜有些男人收入不高，只能拼命的对女孩啊是言听计从，像个舔狗一样讨好自己的女朋友，只要女孩想要啊就想尽办法去满足。他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的牺牲就能够挽留住，谁知啊人算盘打得可叮当响啊，你早已成了人家的备胎。更可怕的是，有些女人竟然还玩起来攀比。我闺蜜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2万的包，哎，你必须给我买一个3万的。谁出了20万的彩礼，你不能低于30万。他家的房子500万，你得给我买个800万的。你爱不爱我呀，就得看你舍不舍得给我花钱了。再看看现在电视剧里都演的什么玩意儿啊？有钱多金的霸道总裁爱上了相貌平平、能力还一般的灰姑娘，再引来好几个富家公子哥一起争风吃醋，就是为了能博回姑娘的芳心啊。同样的剧情，换个演员和名字，年年拍天天演。现在的女孩子最爱看这种脑残剧了，看着看着就幻想一堆人能够追着她了。看剧不可怕，怕的是你把自己给当主角了。那些毒鸡汤真的会让人脱离实际，忘了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这个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完美的伴侣，有钱的他可能不顾家，浪漫的他可能会花心，老实的他可能会直男。真正聪明的女人啊，知道好的婚姻啊是2个人相互体谅，齐头并进，想要过好日子就得少听毒鸡汤。下回啊再有这种唧唧歪歪的啊，王八直接关门给送出去。